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三幻的最新人权武将 SP 蔡文姬。SP 蔡文姬有2个羁绊，由于技能太长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聊支援女团的新线鹰羁绊，鹰姬的羁绊我们下期再聊。SP 蔡文姬有多强？看完她的2个状态你就会知道。SP 蔡文姬开场就会获得2层月轮，并进入魂之力3回合。月轮会在我方武将受到致命伤害时，消耗1层，使其满血复活。月轮最多可以同时拥有6层。敌方全体格挡率会降低 20%， 护盾上限也会降低 70%。这时候命魂夏侯惇护盾量上限提升 100% 的能力，对盾队就很重要了，不然这盾几乎就等于是被废掉了。SP 蔡文姬还有一个很霸道的能力，在前6回合内，除了 SP 蔡文姬以外的敌方单位都无法消耗怒气来释放怒攻。这个能力是 SP 诸葛亮空城的进化版，因为不能释放怒攻的只有敌方单位，自己人则不受影响。若对面也带了 SP 蔡文姬，那就只有双方的 SP 蔡文姬能消耗怒气来释放怒攻。不过一些不需要消耗怒气就能释放的怒攻，则不受此技能影响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大概也能知道为何 SP 蔡文姬是必带，也是必抽的了吧？它就是 SP 诸葛亮的加强版。在魂之力的状态下，蔡文姬不会显示生命值，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和异常状态。看来 SP 蔡文姬不只是 SP 诸葛亮的加强版，它还是 SP 诸葛亮和 SP 张辽的混合体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若在魂之力的持续时间内，队员全部被击退， SP 蔡文姬就会直接退场判输，而不会像 SP 张辽一样还可以现行再战。不过这其实也没太大差别就是了，即使不直接退场，只剩1人也很难再翻盘。魂之力只能持续3回合，回合结束后 SP 蔡文姬就会退出魂之力而进入暗之力，同时获得免疫控制和 50% 最终伤害增幅的效果。简单来说，魂之力就是 SP 蔡文姬的防御形态，所有的技能都是和防守相关的。3回合后的暗之力是进攻形态，所有技能都和输出有关。说完 SP 蔡文姬的机制后，现在我们就来看她的技能。魂之力的 SP 蔡文姬，普攻会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，并获得1点龙魂值，同时也会为我方全体恢复自身攻击力 30% 的血量，并使自身获得1层月轮，每回合最多获得2层。SP 蔡文姬的一个普攻就能有全体回血和一个免死，就连普攻的能力都这么超标。若是在暗之力的状态下，普攻效果会变成对敌方全体攻击，并附带自身最大生命值 10% 的真实伤害，无视格挡与护盾。SP 蔡文姬的怒攻同样会因2种形态而拥有不同的效果。魂之力状态时，怒攻会为我方全体恢复 20% 最大生命值的血量，净化一个异常状态和提升 20% 最终免伤，效果持续2回合，免伤最多可以叠加5层。每回合首次释放此技能时，我方全体还会获得逆回效果1回合。逆回会记录获得时的血量、怒气值与龙魂值。当目标血量低于 20% 时，会恢复记录时的所有状态，若低于当前的数值则不恢复，这是续成之新线鹰的能力了。暗之力的状态下，怒攻会变成攻击敌方全体，并附带 SP 蔡文姬当前生命值 10% 的真实伤害。SP 蔡文姬的真伤一样会无视格挡与护盾，并且战斗中每释放1次怒攻，伤害倍率就会提升 20%， 真伤倍率也会提升 5%， 每回合最多提升5次。和普攻附带的最大生命真伤不同的是，怒攻附带的是当前生命的真伤，若是血量降低了，真伤也会随之被降低。不过这是第3回合后才需要担心的事，因为前3回合 SP 蔡文姬是完全免疫伤害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龙魂技 SP 蔡文姬的龙魂值上限会固定为10点，不受降低龙魂值上限的技能影响。
魂之力状态下，龙魂技需要消耗3点，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将我方每个单位的一个异常转移，并复制给敌方所有单位。同时将敌方每个单位的一个增益转移，并复制给我方所有单位。这是个强大的偷龙转凤能力。假设我方每个队员都有一个减益，那么敌方全体就会获得6个减益。假设敌方每个队友都有一个增益，那么我方全队都会获得6个增益。这个转移增减益的能力比饕餮什么的都还要厉害。在暗之力的状态下，龙魂值只需要1点就可以释放。龙魂技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附带当前生命值 20% 的真实伤害，无视格挡与护盾，并且转移异常和增益的数量还会提升为3个，效果更加逆天。不过现在火烧多，转移的恐怕也多是火烧的状态。异火被动，前6回合内，敌方人一武将同一回合中释放相同技能5次后，禁止其释放该技能。每名敌方武将每回合仅触发1次，3火会增加1次，5火会再增加1次，最多禁止3次释放技能。这是用来对抗多动症武将的，不过其实能放5次技能，其实也不少了。此技能限制同样对 SP 蔡文姬无效，这里又多一个只有 SP 蔡文姬能免疫 SP 蔡文姬技能的效果。异火被动的第2个效果，每回合首次释放怒攻后，我方全体会获得转破1回合。转破会使我方受到伤害后，若扣除的血量不超过 30%， 则恢复 30% 的血量。每回合我方全体一共最多触发30次。这么一来，一些输出低的普攻就全都会变成为我方回血的攻击了。第3个效果，敌方攻击最高的武将主动攻击时，来自其他武将的附加伤害有 100% 概率会失效。这直接让 SP 诸葛亮对最高攻附加伤害的技能失效了。其他能给予附加伤害的武将，比如命魂曹操、命魂夏侯惇也会受到些许影响。不过非最高攻的其他武将还是可以照常附加伤害，所以不至于会完全被无效化。第4个效果，会使暗之力状态下对护盾的消耗率提升 20%。3火被动，首回合内，女性武将受到伤害时，会抵消大于自身生命上限 10% 的伤害，这是女性专用的锁血技能。有了这个锁血，就能稳定触发转破的伤害不足 30%， 就可以回血的效果。女性武将的偏斜率会提升 30%， 受到异常伤害也会降低 90%。这下女团也有专属的真伤减免了，而且还不用抽命魂孙权。再加上异常伤害降低的能力，这让女团也有了合火烧教版的能力。3火被动的第2个能力也很关键。SP 蔡文姬普攻后，会额外释放1次暗之力版的普攻。怒攻后也会额外释放1次暗之力版的怒攻，这样就无需等待进入暗之力后才能有输出了。第3个能力，女性武将造成或受到伤害时，最大生命值每比初始生命值高 1%， 就会临时提升自身 1% 增减伤与最终增减伤，最多提升 200%。这项能力将女性武将的高生命也化作了增减伤来使用，使到女团的整体能力又再次获得了提升。最后一个能力会使 SP 蔡文姬进入暗之力后，降低敌方全体护盾获取上限 100%。生火被动对暗之力的提升，几乎全都集中在了打击护盾的能力上。无火被动，在魂之力的状态下，龙魂技的消耗会变成2点。SP 蔡文姬的龙魂技消耗不会受到其他增加龙魂技消耗的技能影响。无火后，SP 蔡文姬释放怒攻，会恢复自身200点怒气。消耗月轮恢复生命时，也会净化目标所有异常状态，这边又一个打火烧的利器。无火被动还会在前3回合中，使我方全体受到的治疗不会被失效。进入战斗后，还会给予各种效果。比如我方全体受到攻击时，偏斜率会提升 40%， 这下就不是只有女性武将能享受到偏斜的效果了。
对护盾的消耗量会提升20%，这边又接连的打击了盾队。最后还会使我方造成的最终伤害增幅提升25%，受到的最终伤害衰减15%，持续到战斗结束。SP 蔡文姬开启了新的增减伤的词条，从此最终系列的增减伤后面又多了一个增幅和衰减的新词条。这个在最终增减伤之后的新词条可以稳压就属性一头。这边又是一个 SP 蔡文姬会成为人权的原因。无火被动还会使我方释放完所有消耗命魂值的命魂技后，使我方仍存活的首个命魂技重新进入可使用状态。这是破天荒的让命魂技可以释放4次的能力。无火被动的最后一个能力进入暗之力后， SP 蔡文姬会提升50%造成的最终伤害增幅与受到的最终伤害衰减，且额外提升自身对护盾的消耗率20%。没想到到了无火，暗之力还是要稳定的打击一下盾才会开心。SP 蔡文姬的招牌能力就是最终伤害增幅和衰减，这项能力无火才会有。它给了全队小幅最终伤害增幅和衰减属性，也单独给了进入暗之力的 SP 蔡文姬很高的最终伤害增幅和衰减的属性。这也是 SP 蔡文姬看似没多少攻击增伤，却仍能打出高伤害的原因之一。另一个因素是 SP 蔡文姬的怒攻和真伤倍率是会随着释放次数而提升的。3回合后，这个对全体的怒攻倍率早就已经翻倍了。要知道这时候大家可能都已经残血了，而前3回合不会受伤的 SP 蔡文姬，这时候还是可以以满血的状态来迎战的。最后我们来看看新线鹰羁绊的能力，它会提升 SP 蔡文姬的生命，这是变相的提高它的真伤。进入战斗后也会使女性武将获得不灭，这个不灭是可以和其他不灭同时存在的。羁绊也给了 SP 蔡文姬增加初始月轮的能力，只要每上阵一个除 SP 蔡文姬以外的女性，月轮就会增加1层。只要上阵4个，就可以让 SP 蔡文姬拥有满6月轮开局，可以直接免死6次。羁绊也会再提升女性武将30%的偏斜率和60%受到的异常伤害减免，并使女性武将造成破甲和真实伤害时，吸血率提升100%。女团玩家可以开始去点吸血率了。溢出的治疗还有20%会转化为自身生命上限，最多不超过自身初始生命上限的200%。有了这个增加生命上限的效果后，女团就不需要再带 SP 貂蝉了。腾出的一个位置可以再带一个命魂武将上场。如果没那么多命魂武将，那么带一个专武张宁去提升 SP 蔡文姬的普攻次数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总结，不管你玩什么队伍，都必须要抽 SP 蔡文姬。没有 SP 蔡文姬的队伍就是矮人一头，等着被虐。SP 蔡文姬3火启用，没有3火的 SP 蔡文姬，前3回合会没有输出。5火后，有了最终伤害增幅和衰减属性加持，整体队伍和 SP 蔡文姬的输出和防御能力又会获得很大的提升。什么队伍用什么羁绊的蔡文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